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开车睡前有个声音可以陪伴你的恐怖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睡不着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KD 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也是担任搜救官长达15年的资深成员。他专精于高山救援，被业界公认为最顶尖的专家之一。他非常健谈，特别喜欢讲故事，而我们在多次训练任务中搭档的时间不少。因此我听过他说的几个故事，其中有4个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第一个故事是我问他，你经历过最创伤的任务是哪一次时，他告诉我的。他摇摇头说，那些真正糟糕的任务其实在山里发生的特别频繁，因为山上的意外往往比人想象的更残酷。大约5年前，他负责的其中一座国家公园里接连发生了几起失踪事件。那一年气候异常，是他形容史上最糟的一年之一，几乎每2天就会下1英尺厚的新雪，还有数次雪崩夺走登山客的性命。虽然他们一再警告民众务必留在标示的安全路线上，但总有人自以为聪明，觉得自己比专业人员更懂。他提到一桩特别惨烈的案例，一整个家庭被彻底毁灭。那位父亲认为官员的警告太夸张，执意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前往尚未开放的地区。那时他们穿着雪鞋行走。KD 推测，他们可能走上了一片看似稳固，实际上却是悬空的雪层。那层雪突然崩塌，全家人连人带雪滚落了将近300英尺，直接摔进下方的岩石区。夫妻俩当场丧命，其中1个孩子也没能活下来。剩下的2个孩子，一个腿断了，肋骨碎裂，另一个则几乎没受伤，只是擦伤与脚踝扭伤。那个几乎没事的孩子，为了救人，独自离开受伤的兄弟，试图去寻找协助。KD 说，那孩子没走出半英里，暴风雪就追上了他。孩子大概是想休息，或者想取暖，结果被冻死在风雪里。他们后来靠着目击者的线索找到了那家人外出方向，而找到那名冻死孩子的人正是 KD。 他回忆，那天雪开始下得更密，远处的视线被掩盖，只能模糊看到前方有个小小的身影坐在雪地里。他立刻冲过去，当他逐步靠近时，才发现3件事。第一，那是一个孩子；第二，那孩子已经死了；第三，他的遗体定格在他见过最令人心碎的姿势。那孩子端坐在雪地上，双膝紧紧缩在胸前，双臂环抱着自己，头埋进厚外套里。当他轻轻掀开外套，看到孩子的脸时，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他死时在哭，脸部扭曲，两颊上结着晶莹的冰泪。他说，那一刻他立刻明白，孩子在冻死前是被恐惧与绝望吞噬的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说那画面几乎摧毁了她的心。她一再告诉我，我真心希望那个父亲现在正下地狱燃烧。她告诉我的另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故事，发生在她刚入行那一年。那时她还是个菜鸟，他们接到报案，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前一天没有回家。那名登山者的妻子坚信出了事，因为丈夫从不误点。KD 的小组立刻出动，展开搜救。那片山区地形险恶，必须攀过几处极度困难的岩壁。他们抵达一处相对平坦的区域时， KD 第一个注意到雪地上的血迹。他开始顺着血迹前进，却发现随着路线延伸，血迹旁出现了一些肉块，细小模糊，难以辨认是身体的哪一部分。他一路追踪，血与碎肉越来越多，直到他来到一处山壁下方的避风处。那里他找到了登山者。他说，那里的血比他这辈子见过的还多。那男人趴倒在雪地里，一只手向前伸出，像是死前还在挣扎爬行。当他俯身检查时，才发现那人腹部被撕开，内脏外露。那些他沿路看到的组织，就是从他身上掉出来的。男人的腰间还挂着一把登山用的冰镐，整个满是干枯的血迹。没有人能确定事情的经过，
但 KD 根据现场判断，大致推测出真相。那名登山者当时正尝试攀上下一段陡坡，用冰镐固定支撑，但他可能踩上松雪层，瞬间失去平衡，坠落的途中，或许是落地那一刻，冰镐从腰间反弹，直接刺进自己的腹部，将他撕裂。他并没有当场死去，他拖着自己沿着雪地缓慢爬行，鲜血与内脏一路散落，最后倒闭在山壁下。KD 说，他对血腥场面算是习惯了，但那天来协助搬运尸体的几名搜救员，当他们把尸体翻过来时，看到那团滚出的内脏，仍然忍不住当场呕吐。我问他有没有遇过那种人就这样凭空消失的案件，他的眼神忽然亮了起来，身体往我这边凑了点，压低声音说，你想听一个真正诡异的故事吗？然后他讲了那件轰动一时的失踪案。那是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一个家庭在公园入口附近的森林里采野莓，夫妻带着2个男孩，都不到5岁，一整天都很平静，直到其中一个孩子突然消失了。他们立刻报警，展开了大规模搜救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，就像那孩子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警犬完全闻不到气味，没有足迹，没有遗物，没有痕迹。搜救持续了2个月，最后仍旧宣告结束。半年后，那家人回到现场，想在为孩子设立的纪念碑前献花。他们带着另一个儿子，就在他们放花的时候，母亲一转头，孩子不见了。仅仅3秒，那个仅剩的孩子就这样从空气中消失。KD 说，那对父母几乎崩溃，失去一个孩子已经够残酷了，再失去第2个，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地狱。全州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随即展开，超过300名志愿者搜寻整座公园，但仍旧一无所获。1周过去，范围扩大到数英里外，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直到2周后，一名志愿者透过无线电回报，他在距离指定搜寻区15英里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孩子。所有人都以为孩子已经遇难，但志愿者说他还活着，而且状况很好。KD 带着小组赶往现场，当他看到那孩子时，他几乎无法相信。衣服干净，身上没有一丝泥土，也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。志愿者说，他发现孩子时，他正坐在一根倒木上，手里玩着一个用旧绳绑起的小树枝树。KD 问他，这段时间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孩子回答，我跟那个毛毛的人在一起。KD 自己其实相信大脚怪的存在，所以他立刻兴奋起来，追问，毛毛的人，你是说他全身长满毛吗？孩子摇摇头，不是那种毛，是模糊的那种。他想了想，补了一句，就像你闭上眼睛一点点，但还能看到一样。孩子说，那个模糊的人从树林里走出来，带他进了森林深处。他们睡在一棵空心树里，那个人给他吃野莓。KD 问他，那个人坏吗？有没有吓到你？孩子说，他不坏，但我不喜欢他没眼睛。后来他们把孩子带回基地，有警察送到镇上问话。KD 认识那位警官，他说，那孩子告诉警官，模糊的人让他住在那棵树里，每当他饿了，就会拿野莓给他吃。他被允许在一块特定的空地上走动，但只要他想往外走，那个人就会生气，会很大声地吼，虽然他根本没有嘴巴。孩子说，有时夜里他害怕，模糊的人就会让四周变亮，然后把那个树枝树给我玩。他还说，那个人原本要留下他，但最后放他走，因为我不是对的那种人。警察问他那是什么意思，孩子只是摇头，不再多说。警方百思不解，又重新展开对哥哥的搜寻，但那个失踪的哥哥永远没有再被找到。KD 说，那时他还是新人，跟着培训小组在山的一侧学高海拔的绳索作业。那天中午他们在休息，他离队去上厕所，大约走了50公尺。他说，我上完，刚往回走5步，
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。那不是单纯的迷路，而是我整个人像被从现实抽离一样。如果那时有人问我，我可能连我们在哪个州都答不出来。他感觉脑袋空白，心里一片混乱，只能乱选一个方向走，越走越糊涂，甚至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山上。我记得那种感觉就像记忆全被抹掉，只剩下身体在动。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，那声音低沉，像是从体内传出，又像青蛙嘶哑的嗓音。他一遍遍地说，没事的，你只要找到东西吃，吃了你就会好起来，继续走，去找吃的，吃。那声音在脑中回荡。他说那一刻他饥饿得发疯，那不是一般的饿，而是一种像是灵魂被挖空的饥渴。他开始拼命在雪地里寻找能吃的东西，完全没有时间感，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直到远方传来一个真实的人声，有人在叫他的名字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他抬头看见同组的搜救人员正朝他跑来，脸色惨白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见自己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腰间的猎刀，脑子没想，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吃，只要吃掉东西，我就能活下去。那位同事看见他的动作，吓得立刻停下，大喊，放下刀，我不会伤害你。那声音像一道闪光，让他突然清醒。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收起刀，冲上前去。他问他自己离开多久，心想也许只不过半小时。但那人脸色发白地说，你消失了整整2天。KD 几乎不敢相信，他竟然翻过2座山峰，出现在几乎另一侧的山脚。再走下去，他就会踏进300英里的无人原始林，根本不可能再被找到。他们把他带回集合点，再送往医院。医师做了各种检查，只能推测他可能出现了短暂的失忆性恍惚状态或某种神经异常，但没人能确定。KD 最后说，自那之后，我再也不单独外出。有人笑我小题大做，我只说，听我在雪地里上厕所，总比在山里失踪2天强吧。我交谈的下一位是 EW， 一位前搜救训练员，现在是急救人员。他仍然会参加这类任务，但不再是全职员工。他特别擅长寻找走失的孩子，就像拥有第六感一样，总能准确判断孩子可能去了哪里。在资深队员之间，他几乎是个传奇，但他对别人夸奖自己的能力总是显得有些腼腆。某天晚上，我们一起吃晚餐，闲聊时自然聊到各自遇过的奇怪事件。我提到我有个同事曾在山里遇过那种楼梯。他听完后安静了几秒，接着问我，你有听过一个几年前在公园里失踪的小男孩吗？我说没有。他便开始讲了这个故事。那时他们在找一个11岁的男孩，名叫 Joey， 他是在河边失踪的。大家第一时间都以为他掉进水里淹死了，但当搜救犬被带来时，他们的气味线却不是指向河边，而是带着搜救人员往山里的森林深处去。搜救行动通常会用网格方式进行，每一格都会被仔细搜寻。1.W 那队很快就发现了奇怪的现象，搜救犬在交错的方格中交替地闻到周围的气味，换句话说，就像棋盘一样，只有黑格子有气味，红格子却完全没有。这当然说不通，一个孩子不可能像跳格子那样在森林里穿梭，却不留下连续的气味。EW 和他的搭档进入另一格网区时， EW 发现前方50公尺外有一座楼梯，他说要过去看看，但他的搭档立刻拒绝。那人坚持说，我绝对不靠近那种楼梯，你要去我不拦你，但别假装那是正常的东西。 EW 有点烦，但看他那么坚决，也没有再逼他。我走过去，那楼梯很小，像是地下室外的阶梯。我对这种东西没什么特别感觉，也没觉得害怕，只是我真的不太想多想它。EW 停了一下，喝了口水，继续说，我走近后看到最下面那一阶上有个东西蜷缩着，
我心里一沉，因为通常这意味着坏消息。我们原本很有信心能找到那孩子活着的，毕竟他才失踪几个小时。但我一眼就知道是他，而且他已经走了。他蜷成一团，双手捂着腹部，看起来在临终前经历了剧烈的痛苦，嘴角和下巴有点干枯的血痕，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。我立刻用无线电通报，然后他们把遗体带回指挥部。那家人悲痛欲绝，他们无法理解，孩子只是短短几个小时没出现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而且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死因。EW 叹了口气，我猜可能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，因为他当时紧抱着肚子。但我不敢乱说，对一个父母来说，听到孩子没了已经够痛苦，何必再听到一个搜救员瞎猜？他顿了一下，声音变得低沉。我最恨的就是找到孩子的遗体，这也是我后来离开的原因之一。我有2个女儿，我光是想象她们出事就受不了。他哽咽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静静坐着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勉强稳住情绪，继续说：我们通常不会收到验尸报告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。但我有个朋友在警长办公室工作，有时会告诉我一些内幕。这次他反而主动打电话给我，他说 ：“EW， 你要觉得我疯了也没关系，但法医完全看不懂这案子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。法医在解剖时，发现那孩子体内的器官布满整齐的圆孔，就像被什么东西在里面打洞一样，孔洞整齐、干净，没有任何外部创伤或进出痕迹。唯一能想起的类似情况，是有一年有人意外走火时，身体被碎片打穿，但那孩子身上没有任何外伤。没人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他朋友说，法医最后只能模糊地写下死因，内部大量出血，可没人知道那洞是怎么出现的。EW 说，我从那天起再也忘不了那孩子，有时夜里我还会梦见他。我再也不让自己的孩子独自进森林，就算一起去，我也绝不让他们离开视线。我曾经热爱这片山林，但那个案子和另外几件事让我再也无法用同样的心情看待它了。我们吃完晚餐，各自收拾准备回宿舍。临走前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很认真的语气看着我。他说，山里有坏东西，他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人，有没有家人，有没有感情，他们只存在，而我们最好小心点。然后他转身走进夜色中，我再也没机会和他说话，但那个故事一直留在我心里。我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资深搜救员，名叫 PB， 他在搜救领域工作多年。那天我们被分派在一场训练演习中进行网格式地毯搜索，边走边闲聊工作经验。我们聊到这份工作的乐趣，曾遇过的怪事，气氛很轻松。走着走着，我们经过一座旧楼梯，看起来可能是早年消防瞭望台留下的遗迹。我顺口说我对这些楼梯很好奇，希望能多了解些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神情犹豫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确定该不该说。最后他低声对我说，关掉你的无线电，这是搜救任务中绝对禁止的事。但我照做了，他也同样关掉了。他开始说话，大概7年前吧，我跟一个新手出勤，去了那个出了不少怪事的区域。那地方经常有人失踪，也有人报告看到奇怪的光，听到不明的声音。那新手整路都在紧张地胡说八道，一直提什么山羊人，一直说个不停。山羊人这个，山羊人那个，我受不了了，就对他说，这片森林里有比那玩意儿更值得害怕的东西。如果他要怕，就该怕那些真的存在的东西。他停了一下，语气变得低沉。那新手问我，你是说什么？我只说闭嘴，继续走。我们爬上一个小山脊，前方10公尺外就有一座楼梯。那新手立刻僵住，死死盯着他。我指着楼梯对他说，看到没？那才是你该怕的东西。
他问我那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会在森林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就想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我不该说这些，说出来可能会惹大麻烦，但你人不错，我希望你能在太迟之前停止好奇。我只告诉你一次，你绝不能让上级知道。我答应他。我们再次确认无线电都关着。他继续说，我刚进搜救单位的时候，大家对那些楼梯还没那么保密，以前会在新人入职前就警告他们，这片森林里会发生奇怪的事。后来因为太多人因此辞职，林务局干脆让所有人签保密协议，不准把看到的东西讲出去。他们怕媒体听到什么鬼故事或闹鬼的楼梯之类的事会让公众恐慌，但久而久之，他们发现根本不需要那些协议，因为人们看到那些事之后根本不想再谈，不是害怕曝光，而是连承认都不愿意。毕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每天都得在这片森林里走动，要活下去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装一切正常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那些楼梯和这片森林一样古老，档案里几十年前就有记录。有些人走上去后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有时候会出事。他停了好一会儿，我能听出他不太想继续，但最终还是说了，我亲眼看过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伸手去摸一根树枝，下一秒他的手就不见了，干净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瞬间切断。我们找不到那只手，他差点就死了。还有一次，一名女子只是碰了一下楼梯的扶手，她走下来，脸色发白，对我说，我觉得我有点不对劲，然后她就那样倒下，再也没起来。她的眼白在倒地前慢慢染红，我永远忘不了那画面。她压低声音，我们警告过所有人不要靠近那些楼梯，但总会有人不听，即使当下没事，也总会有别的坏事发生。有时孩子在我们追踪时突然消失，有时第二天有人在安全区域离奇死亡。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有关联，但每次都会出事。他说到这里，声音变得沙哑。我不知道那些楼梯为什么会存在，也不想知道，但如果我们够聪明，应该会警告每一个新人，那不是普通的东西。我们之间陷入长久的沉默，我不敢说话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没讲完。他看起来还有话想说，终于开口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那种楼梯你永远找不到同一座第二次？我点了点头，他却再也没补充，只是静静走着，然后开始讲起他在公园里见过最大的鹿。我没再提那话题。第二天他就退出了演习，天还没亮他就走了，说是身体不舒服。此后没人再听过他的消息。一个在训练行动中帮忙的消防员跟我说起他接过的一个任务，据说是去救一个卡在巨树上的孩子。他说当时没给他太多细节，只说需要他出动，因为缺少合适的装备，这棵树太巨大了，以至于搜救队不敢攀爬。他以前是修树工，所以拿上旧装备就出发了。他们走了大约2英里，队伍停在一棵区域内最大的树旁，指着树顶。他笑着问队长孩子怎么爬上去的，开了个猫咪爬树的玩笑，但队长只是摇头，告诉他上去把孩子带下来。他当时心里觉得不对劲，但没有追问。爬树的过程让他感到越来越不安，这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这棵树。树干一开始很粗，但爬到一半开始变细，我几次差点放弃，因为我真的怀疑他能承受我的重量。他继续攀爬，几乎到顶时，他在树枝间看见一抹蓝色，孩子的衣服挂在树枝上。我喊他靠近我，但他没有回应。我一直叫他的名字，告诉他别害怕，我在这里帮他。当他爬到孩子身边时，他意识到孩子根本不会回答。他看到孩子就那样挂在树枝分叉处，一动不动。周遭的树影和风声让整个场景诡异得像在梦魇里。无论他掉下去会怎样都不重要了，因为这孩子显然已经死了。他不知道是谁把孩子放在那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那一刻的画面让人无法释怀。
孩子的姿态异常僵硬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定格住，眼神空洞，身体仿佛失去了生气。他的衣服被树枝缠住，整个人悬在半空中，周围的风声和树叶摩擦声都让人心底发凉。消防员心跳加快，手脚冰冷，他用树枝轻轻碰了孩子，孩子毫无反应，他只能小心地让孩子从树上滑下，就像搬一件沉重脆弱的物品。他心里一直颤抖，感觉自己好像要崩溃。他说，他看过太多失踪或死亡的孩子，但这一次的感觉不同。这孩子身上没有外伤，也没有明显的原因，却好像整个人被抽离了活力，只是僵硬、安静，像是被困在某种不可理解的力量里。回到地面，他忍不住质问队长，你们明明知道孩子死了，为什么还派我上去？队长只是说，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，谢谢你把证据带下来。这句话让他毛骨悚然，仿佛孩子不是人，而只是一个物件，仅仅是作为某种证据存在。消防员被领回森林边缘，而队长和另外2个人留在里面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让他一起带孩子下来？他问了，但被告知这是一个未结案的案件，不能讨论。当我问他觉得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时，他沉默了很久，陷入沉思。我想，如果从表面看，可能像是被压迫的意外，但仔细想想，又不像。这孩子好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吞噬，整个人被抽离，没有任何外伤或痕迹。这件事一直困扰我，让我无法释怀。在一次训练行动中，有位资深的搜救员认出了我。他是个老兵，也喜欢上 Reddit 的 NoSleep。他看过我的故事，甚至说早该有人把这些事情讲出来。他说，我很高兴你愿意写出这些。人们应该知道，森林里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，只是林务局把一切都掩盖得太好了。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他看着我，表情有点无奈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么多年，媒体从没报道过这里的失踪案，没有提过那些被找到的孩子，那些出现在距离失踪地点几英里的尸体。David Politz 说的没错，他们什么都不说，因为只要人们知道真相，就没人敢再踏进这片森林。他停了一下，低声补了一句，尤其是那些楼梯，还有你没提过的倒立的楼梯。我皱眉，说我从没听过。他露出有点不可思议的神情，你在这行这么久，竟然还没遇过？没人告诉过你？他说，在森林深处，有些楼梯会凭空出现，孤零零地立在荒野里，就像被从房子里切割出来似的。但偶尔，他会遇到反过来的楼梯，就像娃娃屋里那种分离式的楼梯，被整个翻转过来，顶端深埋在泥土里，底部朝向天空，看起来就像飓风过后的废墟。房子被吹散，只剩某些结构还在，烟囱、墙或那种倒着的阶梯。每次看到那种，我都觉得比正常的更诡异，因为那种东西没办法用任何理由去解释。他说完后，我的背脊一直发冷。那个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一座倒立的楼梯，在无声的森林里，像某种不属于现实的错误。接着他又提起另一件事，你写的那个没脸的人啊，很多人被那段吓到了。其实我也见过类似的东西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那是几年前的训练。那晚我在帐篷里睡觉，半夜听到有人在营地外走动。按规定我们不能离开太远，我以为是哪个新兵夜里出来方便，结果迷路了。你知道的，之前那个差点从山上摔下去的学员，我一直怕那种事在发生。他说，他抓起随身的小刀，顺着声音走到营地边缘。我对外面喊话，说营地在这边，但那人没回头，反而朝更深的树林走去。我那时半睡半醒的，心想他可能糊涂了，就追上去。那条路笔直的异常，仿佛那个人知道自己要去哪。他跟着走了大约1英里，直到那身影停在一条小河边，月光照在水面上，
把那人映得清清楚楚，背住个背包，看起来正面对着他。我问他还好吗？要不要帮忙？他歪了歪头，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他说那动作让他浑身不自在。他打开小刀上的小灯，往那人的胸口照去，怕光太强会吓到他。那人呼吸得很慢很深，看起来像在梦游。他又往前一步，再问一次，你还好吗？就是那时我发现不对劲，他声音变得很轻，那人呼吸的节奏太完美了，太规律，像是刻意模仿呼吸，而不是在真的呼吸。他的肩膀上下起伏的幅度夸张的不自然。他喊对方表明身份，那人发出一声低低的闷响，像喉咙里被堵住。他把灯光往上移，然后整个人僵住了。他没有脸，那是一张完全光滑的脸，没有眼睛、鼻子、嘴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吓得手一滑，灯光晃动的一瞬间，那东西突然靠近了，不是跑，也不是跳，就那么出现在离他5英尺的地方。我没眨眼，真的没，可他就是从那里到这里，瞬间就到了。他跌坐在地上，看着那东西的脖子慢慢裂开，一道细缝从下巴一路拉到耳边，那东西的头微微后仰，缝隙弯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像是在笑，但没有血，只有黑暗，深不见底。他说他立刻转身逃跑，一路狂奔回营地。我听不到他追来，但总觉得他就在我后面。回到营火旁时，他才开始喘气，那种有人在身后的感觉却一直没消失，直到天亮。他整晚都坐在火边，紧握着小刀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幻觉，他最后说，但那夜之后，我再也没能在森林里安心过夜，因为我确信那东西知道我们在哪里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围在萤火旁讲鬼故事，互相吓唬对方，看谁会掀起鸡皮疙瘩。通常被吓到的都是新人，但那晚有个女人讲的故事，却真的让我有点不安。她说那是真的事。当然，每个在萤火边讲的故事都说自己是真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她说话的语气让人觉得她并不是在开玩笑。那种语气，只有经历过创伤的人才会有。他说，他小时候和一个好朋友常去家后面的森林玩，那是北纬很高的缅因州北部，树林又深又密，阳光几乎照不进去。他们从小就习惯那片林子，不觉得害怕，但心里都清楚，不能走太远。没有人明说为什么，但大人们都有各不成文的规矩，别离家太超过2英里。他和朋友常编造故事，说那里住着像房子一样大的熊，彼此躲起来模仿低吼声吓对方。有一年夏天，连续几场暴风雨吹倒许多树，还引起森林火灾。消防队最后扑灭了火，但他说那些进过火场的消防员回来后都变得不太一样，就像刚从战场回来的人。他说他们脸上那种空白的神情像行尸走肉。有些人回来后没多久就离开了小镇。他问父母为什么，但他们只是说自己不知道。后来当官方宣布森林安全了，他和朋友决定偷偷去看看那片被烧过的地方。他们没告诉父母，觉得这样像冒险一样刺激。大约走了2英里，就开始看到被烧焦的树和焦黑的地面。途中他朋友哭了，因为他们看到一只鹿的骸骨蜷缩在一棵倒树下。他说那时感觉有点怪，因为那鹿的脚看起来不太对劲，仿佛有什么地方扭曲了。他拉着朋友快走，不想靠近。越往前走，树越少，空气里的味道也变得焦甜而沉闷。走到最后，眼前全是灰黑色的大地，连草都没有。他说那景象就像是另一个星球。就在那时，他们听到远处有人喊，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父亲，吓得要命，怕被发现偷跑出来。朋友立刻躲到一块大石后面，因为他的父母曾禁止他进森林，他怕被骂。但那声音又传来了，带着一种焦急与哀求。那不是在叫他，而像是在呼喊求救。他说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他能听出对方在喊帮帮我。他心想
也许是个迷路的登山客。于是他喊回去：“这里，往这边走。”几分钟后，他看见那个人从焦黑的林间跑出来，月光照到他的脸，他吓得僵住了。那张脸不像正常人，皮肤泛着暗红，像是被烟熏过，五官的线条不清楚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抹掉一样。朋友在后面发出压抑的尖叫：“你有看到他的脸吗？”他没回答，只是本能的想上前帮忙。那男人全身颤抖，眼神涣散，用极快的语速说着听不懂的话。他只听见一句反复出现的：“我离开多久了？我的部队在哪儿？”他注意到他身上的衣服很奇怪，灰色布料，红色边线，像旧军服一样的扣子。他想拿出急救包帮他包扎，但他突然向后退，用沙哑的声音吼道：“别碰我，那样我就回去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狂奔进黑暗里，声音在焦土间回荡，久久没有停。他愣在原地，什么都没说。回头时，朋友正哭着问他到底是谁。他没回答，只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进过那片森林。他和朋友后来仍保持联络，但每次提到那个夏天，两人都会沉默很久，然后假装没听见。刚进单位那会儿，没人跟我讲太多关于奇怪事件的事。我想，那大概是怕吓到新人，让我们提早离职吧。不过几个月后，有天在派对上喝醉了，我的前辈终于松口说了点事。他说：“是啊，有时候外头真的会发生些诡异的事。最糟的就是那些你明明觉得他不该死的人，或者那些刚被人看见还好好的，10分钟后却躺在地上的案子。我才刚在岔路口看到他，他看起来很好啊，这种情况多的是。”他举了个例子，有一次在春天，我在一条很热门的步道上找到一个老人，有人冲进游客中心报案，说路上有个人倒在地上，一大滩血。我们赶到现场，那人已经没有呼吸，头部严重变形，乍看会以为他跌倒撞到什么硬物，但那片区域根本没有石头，没有树桩，甚至连粗树枝都没有，而且地上没有任何血迹拖痕。也就是说，他死的地方就是他倒下的地方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理论上你会怀疑是他杀，但现场附近有人，没人听见任何声音。如果真有人袭击他，不可能完全没有动静，也不可能没有迹象。可偏偏每个在场的人都说，看起来就像他跌倒撞到头一样。只是他到底撞到了什么？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又讲了另一件。5年前，我在另一个公园工作时，找到一位中年女性。她被发现时，蜷缩在一棵杜松树下，像是在抱着树干。我们搬动她时，口中竟涌出大量的水，直接泼得我一鞋都是。奇怪的是，她的衣服是干的，头发也是干的。验尸报告说她死于溺水，肺里满是水，但那里是高原沙漠，方圆几十公里都没有任何水源。不可能的。他摇着头叹了口气。我知道有人会说他是被谋杀的，可谁会特地把人弄成那样？要真想害人，用最直接的方式就好，为什么要让人像是在水里溺死？这是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对劲。那晚听完这些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毛。不过那时我们都喝多了，我就把它当作醉话听听。直到大约半年后，我遇上了一个案子，那是我这辈子最想忘却的事，可越想忘越忘不了。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能用理性去看待这份工作。一名20出头、有唐氏症的男子，在家人失去视线后，在一条主要步道上失踪。光是这点就很不寻常，因为他几乎从不离开妈妈身边。他妈妈坚信孩子被绑架了，但不幸的是，一名已不在公园工作的护林员暗示说，没有人会绑架一个这种情况的人，说得不太委婉。我们花了很久才让妈妈冷静下来，以便取得关于她的资讯，接着发出正式失踪人员通知。由于情况紧急，而她大多无法独自行动，我们还请了当地警方支援。第一晚没有找到她，这让人心如刀割。
我们谁也不想像他孤单在外，大家假设他只是一直在走，总是比我们快一步。隔天我们出动直升机，他们在一个小峡谷里发现了他，我帮忙把他带上来，但情况很糟。我想我们都知道他可能撑不下去了。他摔伤了脊椎，下半身没有知觉，双腿也都骨折，失血很多，独自一人在外，他一定因恐惧与困惑加重了伤势。听起来很残忍，但我在直升机上问他为什么会自己走散，我只是想找个说法告诉他妈妈，让他别自责，毕竟他当时已经非常虚弱，我不认为他有机会自己问他。他哭着说了些话，我记得大概是小小的悲伤男孩想让我去玩，他说那个男孩想交换，好让自己回家。他闭上眼，醒来时又在峡谷里。我不确定他说的每个字，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不停哭着问妈妈在哪，我握着他的手，尽力安抚他。外面好冷，他一直重复着，好冷，我的腿都冻僵了，好冷，冷进我的身体里。他越来越虚弱，渐渐停止说话，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。当我们距离医院大约5分钟时，他突然睁开眼，看着我，眼泪沿着脸颊滑下。他说，妈妈不会再看到我了，爱妈妈，真希望她在这里。然后他闭上眼，就再也没醒过来。那次搜救让我深受震撼，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残酷与无力感。我很少愿意谈起这件事，但它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因为那件事对我打击太大，我后来找了一位资深护林员谈心，他帮了我很多，也让我慢慢能接受那些发生在林区里的怪事。随着我们熟识，他也分享了一个属于他的故事。那故事让人不安，但也让我知道，原来不只是我被这片森林影响。他说，这件事发生在你来之前，如果你在这里时发生过，你一定会记得。我知道那时新闻没报道，但在这里待久的人几乎都听过。那时公园把一小片土地卖给了一间伐木公司，当时引起很大争议。不过那块地不大，也不算古老，加上经济不景气，公园确实急需现金。伐木队开始作业后没多久，我们就接到通知，要主管马上过去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们还派了我和几个人一同前往，大概是想人多比较有底气。当我们抵达时，那些工人全都围在一棵刚被砍倒的树旁，表情诡异又愤怒。工头走过来，语气激动地说，你们搞什么？这是什么病态的玩笑？这地我们是花钱买的。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直到他把我们带到那棵倒下的树前，他指着树干切口，说他们刚砍下时就已经是这样，绝对不是他们放的。那棵树的中段是中空腐烂的，伐倒后刚好露出一个空腔，而在那个空腔里伸出了一只人手。那只手看起来像是长在木头里一样，与树干紧密融合。起初我们以为是他们恶作剧，便想离开，但工头说他已经报警，还威胁要把这事公诸媒体，这让主管不得不留下来等警方。警察到了后，所有人都否认动过手脚。问题是，那根本不是干瘪或化石化的东西，而是新的，像是刚长出来似的。那只手看起来就像被树吸收，融合成一体，连树皮和木质都与它连在一起。伐木工们发誓他们什么也没做，谁会没事把这种东西放进一棵活树里？而且从外表来看，那手原本就存在于树中。警方后来命人把那一段木头锯下来带走，并封锁了现场。那之后进行了大规模调查，但据我所知，至今没有任何结果。从那以后，这件事变成了林区里的传说，而我们也再也没有把土地卖给任何伐木公司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训练研讨会，在那里听到了一些令人震惊又恐怖的故事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一个同事围着萤火喝了点酒，他跟我讲了一件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我和另一个同事正在做野外搜寻，因为有露营课报告说晚上听到尖叫声，我心里很烦，
因为那年我们已经处理过3次山猫闯进露营区的事情了，实在累死了。而且说实话，我根本不喜欢它们，吵得要命又吓人。我们一路上看到折断的树枝和疑似巢穴，觉得大概知道那只山猫在哪儿。我打电话回去，对方只说确认一下，意思就是希望我采到它的排泄物来证明它的存在。可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就想算了，管它呢。我同事跑去方便，我留下来盯着一个小洞穴，想看看是不是有狐狸住在里面，因为我超喜欢狐狸的。但突然我听到树枝噼啪作响，声音来自我同事走的方向，与我相反。我拿出手枪，但你也知道，对一只山猫根本没用。我瞄准声音的方向，大喊让同事回来，但他太远，听不到。我站起来准备应对，结果我快尿裤子了，有个人正朝我飞奔而来，而且是在林间做后空翻，不是走路，是整个人像特技一样翻过所有树木和灌木，像是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对他大喊停下，我的枪正对着他，但他根本不理会。我整个慌了，我朝地面开了一枪，愚蠢，但我不想让这家伙靠近我。枪响后，他在50码外猛地转身，又翻回林中消失了。我的同事听到枪响冲回来，我说这里有个疯子，神志不清，我们得快点离开。我报警了，虽然开枪没惹麻烦，但那个家伙我一辈子都没见过，他完全不像普通人。这事情真的是太疯狂了，我想大家可以同意，林区里确实有些诡异的事情在发生。我不打算猜测那到底是什么，也不想提出任何理论。我只想说的是，当你在林区活动时，安全真的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无敌，但事实是，你完全可能受伤、失踪，甚至丧命，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。有个主题，无论是在这里还是现实生活中，都有人常常问我，关于掠食者、The Rake、温迪哥、温迪狗之类的传说。老实说，我对那些生物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，但根据我偶尔看过的一些资料与同事的口耳相传，我确实听过一些与这些传说略有关联的故事。大家都听过那句老话，传说总有其来源，我相信这是真的。但身为在野外工作的搜救员，我也学会了对一切保持怀疑，这种态度是必要的。就像在医院工作的人一样，你可以整天想着这里曾经死过多少人，想着这里是不是充满了鬼魂，但那对你没有任何帮助，只会让你更难专注在工作上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，因为一旦开始疑神疑鬼，就很难回头了。而事实上，也有不少新学员因此撑不下去而辞职，尤其是在我们这座国家公园，新人离职率特别高。他们从训练中毕业后，开始在野外工作，却因为那种无法解释的恐惧与不安，整个人被逼到精神崩溃。在这里工作，你必须学会把恐惧吞进去，学会让自己关掉那些感觉。我曾经和 KD 聊过，问他对温迪哥的看法，他没说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说他不想多想。但他提到他有个朋友曾经遇过一件非常类似的事。我后来透过 Skype 联络上那位朋友，他愿意跟我聊聊，也同意我将他写下的故事原封不动地公开在这里。我在奥勒冈州中部长大，离我住的地方大约2小时车程，有个叫暖泉 Warm Springs 的保留区。我之所以提这个，是因为我们那一带的人很多都有住在那里的朋友，而且那附近大部分土地都属于那个部族。小时候，我们家常常到那一带露营，当然不是在保留区里面，而是附近的山区。那时我认识了不少在那边长大的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叫诺兰 Nolan 的，我和他特别要好。每次我们家去那边露营，他们家也常常刚好在那里。两边的家长后来也变熟，会约好同一时间去。我们通常会露营2个星期，所以都会待蛮久。我问他是不是开露营车去的。对啊，我爸有一台，所以严格来说那不算真的露营了。
不过我们通常会带帐篷，在晚上离营地远一点的地方搭起来。我比较喜欢睡在外面，不喜欢待在车里。我们聊了一下露营的事。总之，有一年我和诺兰又去那边，那时大概12岁吧。我们想在河边搭帐篷过夜，因为想试试夜钓。离主营地大约有1/3英里，距离远到听不到，也看不到其他人。我只记得我们那天一整天都在乱玩，细节都忘了，只记得后来我们升起了一堆火。当时我觉得超厉害，因为他用打火石点燃的，我以前没看过那种做法，觉得超酷。我还叫他教我怎么用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乱点东西玩。现在想想真的蠢爆了，因为那时正是盛夏，火灾警示应该是黄色或橙色。不过还好我们没惹出什么大事。天黑之后，我们围着火堆聊天，聊些12岁小孩才会聊的东西，内容我都不记得了。但我记得有一刻，他突然望向我身后的河面，问我：“你有看到那个吗？”我们的营地离河大概10英尺，而那里是河面最宽的地方，大概有20英尺宽。夏天那边很热，但水却总是冰冷的，这点很重要。我回头一看，看到河对岸有东西正走进水里。从我们这边看起来，那像是一只鹿，但因为萤火的光太亮，我们看不太清楚。我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，看到它头上有一对角，就想哦，是只公鹿吧。但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它居然正涉水往我们这边走。我问诺兰要不要赶它走，他那时盯着火堆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只说坐下，别出声。我就照做了，因为我从没看过他那副样子。他用很低的声音跟我说别理他，继续讲话，就像平常那样，但我根本讲不出话来。他开始随便讲起某个节目的剧情，可是我听得见那东西正在穿越水面，水声一下一下的靠近。我忍不住想往他背后看，可每次一动，他就打我手臂，要我看着他。那时我其实没有害怕，更像是搞不清楚状况。但当我听到那东西踏出水面时，我总算看清一点轮廓，那根本不是鹿，因为不论那是什么，它是用2条腿走的。我吓得要起身，诺兰立刻把我拉回去，开始故意提高音量，继续讲那个节目的内容。我看得出他也吓坏了，甚至可能比我更怕。他身子微微往前，拿树枝戳了戳火堆，小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千万别跟他说话。”我看着那东西一步步靠近，最后就站在诺兰背后。我紧张到快尿出来。说真的，如果我一个人，我大概早就跑了。但我不敢丢下诺兰，所以只能僵坐住，一边偷偷瞄那个东西。它并不算高，但走路的姿势很不对劲，重心怪怪的，好像一直往前倾的太多。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感觉，只觉得它整个动作不属于人类。他就在诺兰身后站了很久，最后诺兰也讲不下去了，我们都沉默下来。萤火在噼啪作响，而我似乎听到那东西在低声说话，我听不清他说什么，便微微往前倾了一点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也跟着往前倾，我当场吓到真的尿出来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看见了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是灰白浑浊的，如果你想象不出来，就想想《魔戒》里那一幕，佛罗多掉进湖里，四周那些漂浮着的亡灵脸孔，他的眼睛就像那样。我看到的只是诺兰头顶上方悬着的2颗白色眼球，再加上模糊的鹿角轮廓从那东西的头顶伸出来。我不知道自己那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，但就在同一瞬间，我和诺兰几乎同时拔腿狂奔。我们一路疯狂地跑，一直跑到回到主营地才停下。我那时裤子都被尿湿了，边跑边把它脱下来，直接丢进灌木丛里，跑到我爸的露营车前。我们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在后面追，这才停下喘气。我问诺兰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只说他爷爷曾警告过他，
如果你在沙漠或山林里遇见什么东西靠近你，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要跟他说话，不要听他说什么。我问他，那你也听见他说话了吗？他沉默了一下，才回答，我只听懂一句，帮你。那晚我们都挤进我爸妈的露营车里睡，隔天晚上我们又去河边看了一次，什么也没再出现。这确实让我想起了温迪哥的传说，有一句话形容得很贴切，温迪哥是孤独之地的灵魂。有时当我身处荒野，四周数英里都没有一个人时，我会感到一种奇怪的渴望，那种感觉难以形容，就像体内有个空洞在翻涌。那不是想吃什么特定的东西，而是一种来自整个腹腔深处，模糊却无比强烈的饥饿感，一种想吞噬的冲动。我也想多了解一点关于无脸人的 Faceless Man 的事，所以到处打听了一些资料。后来我问到一个朋友，他说自己在某座公园维修设施时也遇过类似的东西。那晚我们5个人一起在镇上吃饭，他说那天他正在重新粉刷一个游客资讯亭的外墙，突然有个男人在他身后问路，问最近的露营区怎么走。他当时正站在梯子上，没回头，只是告诉对方这附近没有营地，但沿着这条路往前大概4英里，在另一个公园里就有一个。他又问对方需不需要别的帮忙，那男人回答不用，谢了。朋友说他继续刷漆，但耳朵一直留意着背后的声音。奇怪的是，那男人一直没离开。他说那家伙一开口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后颈的汗毛就全竖起来了，但我说不上为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整件事很不对劲，只想赶快把油漆刷完离开那里。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没办法回头看他，才会那么不安，可那感觉真的很诡异。在他开口之前，我就闻到一股怪味，有点像那种陈旧的血腥味。我还四处看了一圈，想找出是哪里传来的，但什么都没发现。我等着他走开，却迟迟听不到脚步声，这让我觉得他还站在我身后。于是我又问了一遍，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但他没有回答。确定他还在那里，因为我没听到他离开的声音，所以我在梯子上转过身去，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我承认，也许是我脑袋出了问题，但我发誓 ，Ross， 当我转过去的那一瞬间，那家伙根本没有脸，就像整张脸被压凹进去一样，光滑、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几乎心脏病发，因为我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在看什么。我好像想说点什么，但就在那一刻，脑子里突然啪的一声，接着他又变回一个普通的人。他看着我，好像觉得我表情很奇怪，问我是不是没事。我硬挤出一句没事，然后他又问起露营区怎么走。我指了个方向，他却说我不是这里的人，你能带我去吗？那时我就确定事情很不对劲了。这人既然能走到这里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哪？而且周围根本没有车，他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跟他说抱歉，公司车不能载人。他却继续说，拜托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我整个人开始慌了，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埋伏。我说我可以帮他叫计程车来接他，一边拿出手机，结果他只说了一句不用，接着就迅速转身走开了。但他不是往公园外走，而是走回那片森林里。我当下直接跳上卡车，连油漆都不管了。我开车离开时，还从后照镜看了一眼，那家伙又站在树林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快就回去那里，而且这次我能确定，他又变成没脸的样子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我离开。就在我转弯前一刻，他往后跨了一步，然后整个人就像被黑暗吞没了一样消失了。也许只是太暗，他融进了树影里，但我发誓，那感觉更像是他整个人融化进了森林。有趣的是，这人讲完之后，另一个人立刻接话说，我也遇过类似的事，但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你知道吗？
其实我自己也碰过有点像那样的怪事。那时我在进行登山步道的勘察，地点偏僻到不行，我正在规划路线要怎么走，大概有2个多小时都没遇到半个人，所以我也没太注意前方，几乎都是低头看地。结果突然之间，我爬上一个小坡，差点撞上了一个人。那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，大概60岁左右。我一边连忙道歉，一边抬头看他，然后我整个人僵住了。他脸上的比例怪得不行，不是头很大，而是脸本身太大了，那感觉就像是把普通人的脸放大成2倍一样。五官都还在原本的位置，只是占满了几乎整张头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吓得直往后退，不断地道歉，绕开他之后就快步离开。之后我还得继续工作，但整段路上我都不断回头看，生怕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后面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我发誓，那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诡异的东西之一。后来我把话题转到那些楼梯，气氛立刻变了，没人先开口。即使在工作之外，讲到那些楼梯，大家都会避而不谈。我只好先用自己的经验打破沉默。那个说没脸男人故事的人这次也开口了，不过声音很小。几年前，我跟女朋友去露营，地点离公路大概2英里远。那天晚上我们怎么都睡不着，因为有人插了一句玩笑话，差点让话题跑掉，但我赶紧把气氛拉回来。对，很好笑了，你这混蛋。不，我们睡不着，是因为一直听到那种磨东西的声音。我弟以前睡觉会磨牙，那声音就有点像那样。女朋友快吓坏了，但我叫她别理他，因为我以前也听过，你只要不管他，他最后就会自己消失。你们懂我意思吧？我们都懂他在说什么。后来我好不容易让他睡着了，但大概2个小时后我又醒了，因为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我翻过身一看，他不见了。那一瞬间我整个人慌了，因为他停了一下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抬起头，长长的喝了一口酒。总之，我冲出帐篷大喊他的名字，但我其实不用跑太远，他就站在营地边缘，盯着树林里的某个方向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萤火的火光虽然微弱，但还足够让我看清他的样子。我跑过去想看看发生什么事，结果发现他根本在睡觉。他整个人像是梦游一样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却完全没有焦点。我试着搂住他的肩，想带他回帐篷，但他一动也不动。他只是用很小，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我得走了 ，Eddie， 我得走，他来了。”我还以为他只是在梦游，就说：“你只是走着梦呢，回来睡觉吧。”但他就是不动，嘴里一直重复着要走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那里距离我们大约15码远，有一座该死的楼梯，灰色的，混凝土的。他开始朝那边走去，我立刻用力把他拉回来，这才把他惊醒。他用一种“你疯了吗”的表情看着我，问我为什么会在帐篷外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说他刚刚梦游。那个磨牙般的声音也消失了，于是他又回帐篷睡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喜欢回想这件事，你懂的吧？我们全都懂。这时另一个人开口：“你们还记得那个小孩吗？我忘了他得的是什么脑部疾病，不是唐氏症，但有点像那类的情况。我有看过他被找到之后的笔录，内容真他妈离谱。当然要保留怀疑啦，毕竟那孩子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，但里面有些东西，我觉得他不可能编得出来。比如说，有人问，首先他讲到楼梯，他说那天在看《爸爸生活》，结果楼梯自己走到他面前来，他说他必须爬上去，否则会发生坏事。警察后来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因为他一直重复讲像萤火那样说个不停。他还提到有声音，可是他说不出那是什么声音，只说很大声，大到他要捂着耳朵。但我最记得的是，当警察问他那几天到底去了哪里，他只是指着自己，一直说我就在这里。他们觉得那意思是
他认为自己根本没离开过。他说他不害怕，因为楼梯一直在，而且楼梯会跟他说话，但不是用人类那种方式。整段内容都乱七八糟，难以理解。我猜警察也没把大部分写进报告，最后他们只说这孩子可能是失忆或短暂性精神错乱，没发现任何他人介入的迹象。但这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那孩子1周后被找到时干干净净，吃得饱饱，身上连一点泥都没有。不过嘛，警察怎么说就怎么算吧。这里的情况变得比我预想的还要糟。我没想到写下那些发生在森林里的事会影响到我生活的每一个部分。或许是我太天真了，也许我该更谨慎一点。但老实说，我一开始只是想写些故事，给少数有兴趣的人看看。我从没想过它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。现在大家都会问我关于那些楼梯的事，虽然不是天天有人问，但每次被问起时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的上司知道有人在谈论他们，既然他们知道，更上层的那些人也一定知道。而我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很不高兴。我被正式警告，不准再对任何人提起这些事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篇必须是我最后一次更新。我不能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继续说下去。尽管能把这些事写出来让我心里轻松不少，但我仍然热爱这份工作，也仍然需要待在这片林子里。至少我知道他们真的存在，虽然不能公开说，但只要我看到他们，我就能引导游客往安全的方向走。自从这些故事受到关注后，我听到的传闻越来越多，交换的故事数不清，多到我根本记不住，大部分我宁愿忘掉。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，是关于一名在北方失踪的年轻女子。起初大家都以为她只是离家出走，毕竟她的家庭状况很差，谁都不意外。但后来有人说，在她失踪前曾在公园里见过她，所以几名巡山员被派去搜寻，担心她可能在小径深处上吊自尽。他们花了很久才找到她，其实只找到一半，那是一段舌头和下颚的1/4，切口干净的像外科手术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找到其他部分。还有无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，太多孩子失踪后被发现卡在狭窄的洞穴里，或是在高不可攀的山顶、深不见底的峡谷里。有的鞋子、袜子不见了，有的却完好如新地出现在离原地数英里的地方。也有关于黑眼人 Black-Eyed People 的传说，夜里他们在林中徘徊，模仿溪水声、山猫尖叫声，呼唤着过路的人。有个男人每到一个电视台就讲同样的故事。他那晚在偏远地区打猎、露营，半夜被奇怪的抓呱声吵醒，以为是浣熊。直到有张脸贴上帐篷布，他清楚看到人类的鼻子与嘴。他惊慌地踢了一下，那东西退后消失。他拿枪冲出帐篷，开了2枪警示。声音一停，他听到背后咔嚓一声，一个男人站在营地边。他全身赤裸，但皮肤却不是人类的，那是由毛发与腐肉拼凑出的怪物，就像有人把公路上的动物尸体揉成了人形。他的脸不成比例，轮廓扭曲。他张开嘴，模仿了刚才猎人开枪的声音2次，接着又模仿了帐篷拉链被拉开的声音，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昨天，一对年轻情侣来报告他们在我熟悉的山区看到奇怪的东西。他们轮流用望远镜观察。男人看到一名登山者正攀爬一面极陡的岩壁，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，那人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攀爬装备。当那登山者抵达山顶约5英里外时，他转过头看向这对情侣所在的方向。男人说，那东西正在直直地凝视他们。然后登山者用夸张的动作挥手，接着身体从腰部横着折断，直接跳下山峰。男人没看到他落地的地方。我安抚他们说我会去查看，但我在撒谎，我不会报告这件事，因为这种事件已经有10起以上。
那个登山者在那一区早已是熟悉的存在，我已经不再追问原因了。有太多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事。要是我能继续待在这份工作里，等风头过去，我会再回来，或许以另一种形式。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与耐心，谢谢你们愿意听我讲的这些故事。如果你有一天进入森林，请记得保护自己，带足够的水、食物与求生装备，让别人知道你去哪里，何时回来。不要走未标记的路线，除非你确定自己知道该怎么走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碰他们，不要看他们，不要往上走。